动内衣，然后试穿之后真的觉得就是中间很空，很像偷穿大人的内衣，有点伤人。而且想想大热天再也不用拿电棒卷在那边出门前弄几个小时，对我而言就是懒人的魔法。仙气加50分，尤其是我真的很喜欢他的白衬衫还有白色羊毛衫，也很有气质。但我们直到前2天看到 G 的手背之后，才发现原来真的差别那么大耶。不过建议选深色的，因为 G 选了一件灰蓝色的，我洗了2次之后，起球的状况就还蛮明显的。不知道大家那边最近天气怎么样？最近我们这边的天气大概是一出门就可以融化变液体，感觉我和烤肉之间的差距只差一撮黑胡椒。如果我有8块肌并且合乎法规的话，我出门只想穿内裤。像在这么炎热的天气里，我们要怎么样合乎法规维持人性，还保持凉爽不狼狈呢？今天就想要跟大家分享夏季的选物，提供大家参考。好了，我们是提供给你不一样选择的 Typical Girls， 陪伴大家找到自己的珍珠光。我是最近看了 Inside Out 被治愈的 A。频道影片产出维持不易，麻烦大家帮我们广告多看个30秒，点个喜欢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谢谢你们。近几年夏天真的是越来越热，什么都不想穿的夏天，我开始也越来越偏好比较天然的材质。除了我最爱的亚麻之外，这2年也有道光吸引到我的注意，就是天然桑蚕丝。天然桑蚕丝也是除了亚麻之外老钱们首选的布料，因为丝质的衣服除了它透气亲肤柔软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丝质是一种蛋白纤维，在潮湿的环境会吸湿，在干燥的环境会放湿，吸污抗菌的能力强。蚕丝里面有一种丝素，里面还有18种对人体有益的氨基酸，维持表面的新陈代谢，也可以保持我们的皮肤滋润光滑，还可以防紫外线。现在有很多欧美博主会使用丝质的布料当枕套，因为可以让你的发质越来越好。专门做丝质的衣服品牌算蛮多的，但是价钱可爱一点的并不多。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件是薰衣草籽的条纹洋装。这件条纹是100%真丝斜纹布做的，领子是做立领的设计，夏天不喜欢露手背也可以参考它的袖子的设计。它的袖子是做蓬蓬袖的，像真丝斜纹布的特色，它是虽然轻薄，但是垂坠度好，亲肤透气，穿起来休闲之余还很优雅，很适合夏季要去户外休假的那种薰衣草花园啊，或者是去野餐、参加一些户外活动的时候可以穿。如果要去比较时髦的城市的话，觉得这件太休闲，也可以把它变时髦。像最近纽约街头很多很时髦的女生会穿洋装的时候搭个到小腿的靴子，很有波西米亚风的感觉，或者是在里面搭一件牛仔裤，也可以瞬间有型。第二件是一件白色自带优雅老前锋的长袖衬衫，这件是双皱纱的材质，由于它的织法可以让丝织品有哑光的效果，如果介意亮面丝质的朋友可以参考看看。另外的优点就是它很透气，低过敏性，皮肤比较容易敏感的朋友可以试试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一种织法它可以比较抗皱。波西米亚风也是我很喜欢的风格之一，但波西米亚风就是太容易很慵懒随性，但是可以找波西米亚元素里简约一点的设计，像它这一件除了版型比较宽松之外，它还附了羽毛缎带，羽毛缎带上还有巴洛克珍珠。我还很喜欢它的袖子的细节设计，它有融合了 bell sleeve 跟 point sleeve 的细节，再做一个简化，所以看起来会比较现代。说人话呢，大概就是有一种2024文艺复兴的文豪或艺术家的即视感。私心很喜欢它袖口还有领口的 V 领设计。美国夏天的咖啡店里面的温度都很像要把客人冻僵、脑袋冻住的概念，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才会一直去买热咖啡。像进到冷气房啊，或者是电影院，还有 shopping mall 里面，有时候都会冷到那种手会渐渐变紫色的感觉，所以有一件外套也是很必要的。但如果外套也要1年4季都可以穿的话，真心的建议可以投资一件质量好一点的 cashmere 羊毛衫。这一件的扣子是珍珠做的，非常的精致，质料是100%纯拉丝羊毛。
它使用的是日本刷毛拉丝技术，这种技术需要用最优质的 A 级羊毛，它的优点就是可以让毛更柔软更耐穿，重点还有一个就是抗过敏，像我一样觉得毛衣很容易让皮肤很刺很痒的朋友可以参考。另外我还很喜欢它肩线的设计，优雅松弛，穿上身仙气加50分。最后这一件是黑白直条纹 Slio Mommy 衬衫，横条纹就是经典中的经典，但在年初我看了 Louis Vuitton 的秀之后，我也很想要找除了横条纹之外的条纹，好绕口。这件黑白条纹衬衫可以穿去正式场合，也可以很休闲。喜欢像 Wednesday 那种暗黑歌德风的朋友，也可以穿去上班。这件版型非常的合身，袖长稍稍偏短，所以喜欢这一类比较合身、个子比较娇小的朋友可以参考。但如果想要更有型一点的话，可以拿稍微大1号的。这4件全部都是来自 Lily Silk， 是最近在市面上少数专注做丝质还有 cashmere 的永续时尚品牌。天然蚕丝的优点很多，上面也有讲到，但是没有东西是完美的，它也有它比较娇贵需要照顾的一面，就是对于可以洗的真丝，最好都是用手洗或者是送干洗。如果你是穿黑色都不会乱喷，一穿白色东西就乱喷的朋友的话，也可以随身准备这种去污渍的 stain remover， 然后拿布或者是纸巾以沾压的方式把它的污渍吸起来，能不要用力搓就尽量不要搓。如果越及时的处理清除的话，污渍会越容易清除的掉。像我选的 Lily Silk 的这几件丝质稍微是偏硬挺一点，但是亲肤，而且它的垂坠度也还蛮美的，仙气加50分。尤其是我真的很喜欢它的白衬衫还有白色羊毛衫，也很有气质。接缝处的收尾也都是用 French seam， 大致上来看真的是还蛮工整的。可是就像之前有提过，丝质就是我们以前在学校打板学缝纫魔王中的大魔王，想要找价钱稍微可爱一点的天然材质，可能就要做个选择，有一些做工可能就是不会太精细，还有一些小部分的地方可以再更优化一点。我也有跟厂商反映，他说他们也在优化中，提供给大家参考。另外运费的部分超过$69就是免运，在美国的话退货也是免运。我跟G本来就有穿防晒衣的习惯，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户外防晒穿搭的影片，今天就不过多赘述。但我们直到前2天看到 G 的手背之后，才发现原来真的差别那么大耶。像这个夏天如果要到海边爬山或者是游乐园演唱会，各种需要被曝晒的户外活动的时候，如果我们要找防晒衣，就可以找比较凉感透气又能遮得很全面的。如果只能精选3样，我大概就会选Benny Under 的有帽子的防晒外套，还有宽帽檐防晒帽，再加上一个可折叠的墨镜。Benny Under 就非常的轻，如果要形容的话，就是放在手上会有点忘了它的存在。如果很容易把东西弄丢的朋友，可能挂在手上的时候要稍微有意识自己手上还有一件外套。像这件 hoodie 的部分，它有做一个小帽檐，像在颧骨的地方就是非常容易长晒斑，如果只擦防晒不做物理性防晒的话，也是很容易长。不要问我为什么那么肯定。这件外套它就做得非常彻底，如果把拉链拉起来的话，侧脸的颧骨也可以保护到。不过毕竟外套的帽檐没有办法做太宽，所以我们可以再加上这一顶帽子，就可以把脸的正面给遮住。如果担心有晒出鱼尾纹的话呢，也可以戴上墨镜，可以遮得滴水不漏。星盘里有3个处女座的我，表示非常有安全感。如果对其他防晒衣很好奇的话，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影片结束后点下方资讯栏就可以找到。最近几支影片，我的发型居然有被一些珍珠道友称赞。我会用居然是因为懒惰如我已经很久没有用电棒卷了。后来我突然想到，原来是我的懒人发型魔法师，趁我们睡觉的时候帮我们电陶摸的发卷 Kitsch， 它不用插电，唯一需要我们动手的是在洗澡完或者是睡觉前，我们可以把头发分一半，绕着这个 QQ 棒，我自己给它取的名字，绕着这个 QQ 棒分成你想要分的发量去卷。你可以把它分比较细啊，像我比较懒或者是比较没有心情想弄的时候，我就会分大概3部分。心情好或者是特别想弄头发的时候，我就会把它分再小一点。虽然弄完以后会很像大长今，但是睡觉起来头发就可以有卷度，而且也不用担心睡觉
掉的时候那个棒子会跑掉，也因为它不是电棒卷，所以我们就不用担心它的卷度会太刻意太不自然，梳开之后就可以有很自然的蓬度。如果你想要持久一点就稍微上个造型品，但是如果想要比较自然一点的话就可以免去造型品的步骤。而且想想大热天再也不用拿电棒卷在那边出门前弄几个小时，对我而言就是懒人的魔法。如果是细软发的话也可以放心，因为我也是细软发，在卷发没有上造型品的情况下，那种卷度是那种很自然很蓬松的卷度，很喜欢，它是我的发型救星。夏天头发很容易出油，有时候头皮还会痒痒的臭臭的，那想要头发干爽蓬松的话，头皮的清洁也是很重要。我跟 G 已经用了 Christopher Robin 很多年了，海盐洗头皮有一种非常的清洁的感觉，大概1个礼拜用1到2次就可以了。之前我们都是在 Sephora 买，但不知道为什么疫情之后它突然被下架了，我跟 G 就停用了半年，但没有用的这段期间头皮真的比较容易臭跟痒，直到去年我们又在 Amazon 上找到了，它真的是我跟 G 的头皮魔法师。海盐它可以去痒除臭，搓一搓还会稍微有泡沫，还有这一款玫瑰口味的，它就很适合像我这种比较细软发的，可以搭配它的玫瑰的润发产品。它的玫瑰味是那种很有质感的淡淡的清香，不会有太过度化学的香味，隔天还可以闻到头发上有淡淡的玫瑰香。最后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很久之前有承诺大家要分享的 Skims。 之前有跟大家分享我买它的睡袍，因为质料很好，所以今年夏天我就买了他们家很红的工装裤，还有男友版型的四角裤当睡裤。先说说我跟 G 都很满意的四角裤， G 选了 M， 我选了 Small， 质料非常的软，而且因为它的屁股那边的设计也不会卡裤裆，算是很舒服，然后它的松紧带也很亲肤，不会痒痒的，因为我有时候会有荨麻疹，但我穿了以后还好。不过建议选深色的，因为 G 选了一件灰蓝色的，我洗了2次之后起球的状况就还蛮明显的，黑色也稍稍有，但是因为是黑色的所以看起来就还好。再来就是他们的工装裤，我知道他们家的版型偏大，但没想到能偏那么大，因为没有什么修身效果，然后穿上去太震惊了，所以我也忘了拍上身效果。但如果还是想要尝试的朋友，建议往小1到2号选，因为它的正面会看起来很宽，曲线方面我自己没有那么满意，但想试试看的朋友可以试，他们家的退货非常的方便。再来就是内裤，内裤就不方便展示给大家看了，不过但是同上，我知道他们家的版型偏大，但没有想到偏那么大。我是选我一般穿的尺寸，腰部分的地方还蛮合的，但是屁股的地方真的可能我的蜜桃臀还练不够蜜桃吧，就是蛮不合身的，而且很会卡屁缝。Skims 其实我本来还买了运动内衣，然后试穿之后觉得就是中间很空，很像偷穿大人的内衣，有点伤人。不过 Skims 的退款不会很麻烦，他们收到货物以后大概需要几个工作天，但是退款算还蛮快的，客服也很专业友善，回复都还蛮快速的。其实总体来说在 Skims 购物还是算是一个很不错的经验，就算有尺寸比较奇怪的地方，但有一些版型真的是要慎选。但如果你的蜜桃臀已经练得很成功的朋友可以参考看看。以上就是近期的选物分享，大部分我都还蛮满意的，只是有一些地方有一点点小失望，提供给大家在炎热的夏天找一些让自己凉爽不狼狈的选物选择。不知道大家夏天最不能缺少让自己凉爽的产品有些什么？欢迎大家下方分享讨论。对了，我们有 Instagram 了，欢迎大家来找我们聊聊。